当习近平的亲信何立峰副总理连自己的人马都保护不了的时候，你就可见对方的势力太大了。这也说明明年的21大卡位战越来越进入白热化，也越来越有看头了。当然了，上面的神仙打架，今天故事的主角叫程晓波，本来这省长基本上都到手了现在直接投案了。那我们就必须给各位解读一下，在老习的任内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帮派长期盘踞在权力的中央。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福建帮的由盛转衰。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4号。今天有个很突然的消息，就是中纪委官宣了有一位省长的后任者直接投案自首了。通常这种情况都是背后勾兑的一个结果，为以后的从轻发落呢埋一个伏笔。那这位人物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他就是何立峰副总理的得意门生老部下，叫做程晓波，现在担任的是甘肃省的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在聊这个福建帮和西北帮的勾结与内斗之前咱先了解一位这位平常人的发迹。他谈不上红二代，就是平民家的孩子。虽然说是70后，在发改委的总部干了21年，也没干出名堂来。50多岁你想一下，这不是碰上这何立峰才把他提了一把吗？应该说他整个在发改委期间，也就是什么信息中心主任这种闲职，这有啥审批权呢？后来又当改革报道社的社长，更没啥实权了。但是你挡不住年轻人他有一颗想追求进步的心，或者说呢，你也能让自己的老板顺溜了。所以他在2020年的时候提了外放到甘肃省担任副省长，直接就成了中管干部。提他的人呢，那就是何立峰。何立峰当时担任发改委主任，当然了，现在的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也是何立峰的铁杆老部下，一直从福建跟到了这个中央。那我们说说这位70后外放副省长接下来很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转正，确实如此人家干了2年就直接入了省委常委了。他是在2022年成为省委常委，而且兼了省政府的党组副书记。这个懂行的都清楚，这不就是为省长下一步做铺垫吗？省长调走，他就得接班。事实上没按照这个套路来，因为现在的甘肃省省长，我看了一下，他是这个内部已经敲定他接下来要去其他的省委担任书记的，因为在甘肃省长他也干了5年了。那问题是今年的3月份另外一个副省长东窗事发了，叫做雷思维，在今年3月份已经被逮起来了。那这位人物他和今天的主角啥关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上下游。常务副省长管的是发改、财政、国企，管钱的，管批项目的。而这位副省长属于是甘肃当地的，从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一步步提到副省长的。在2025年呢，他也入常委了。通常情况下，一个省里不可能有俩副省长都是常委，这样做很明显。2025年去年的时候，原计划的格局，一个接省长，一个接常务副省长。但是这俩人一定是贪了不少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一个官员40-50岁了，一直没混出什么名堂来，一直在发改委的总部机关，你突然到了一个省里担任了常务副省长，而且直接管钱，一般的人性他都经不起这个考验，多多少少都会 low 点。当然了，他当了这5年常务副省长能 low 多少这个咱不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数字，甘肃省的上一任的省长 low 了2个多亿，2个多亿你说
2000多万人的一个穷省 ，GDP 常年排那个后30，那他怎么才能够捞这么多钱呢？很简单，因为甘肃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啊，它是煤炭、稀土、矿产的输出大省，也是电力大省。也就讲啊，它收税倒没多少，但是国家往甘肃投了很多钱，你这钱怎么花？你不得省里自己敲定吗？哎，你让自己的亲戚成立个公司，专门做工程咨询，一年收几个亿啊，都很正常。所以说啊，常年在总部机关通常没啥油水，一下来以后啊，没有人能挡住这个诱惑。好，那我们已经清楚了，一个管钱的副省长，一个管工程和生产建设的副省长，这俩人想搞钱啊，那没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省长梦碎了，谁点的炮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就得请出另外一个人马，那就是老西自己的嫡系西北帮。李希中纪委书记啊，他也到了明年退休的时候了。当然，何立峰啊，跟他差不多，也得要退休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线的这些人都清楚，明年21大的时候要重新洗牌，年龄关系必须退出这历史舞台呢。那必须得催自己的人上位呀。所以说，这些副省级有的呀，直接要上正省正部，要卡着这10圈，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啊、影响力继续延续。因为啊，中国的官员，如果你后边没人，最后啊，你所有聚敛的那些财富都得被纪委啊一锅端。那你说习近平知道这事儿吗？他知道，也左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也清楚，你这个福建帮把着这么多岗位，无论是蔡奇，你都副总书记了，对吧？何立峰，你都是这个基本上能架空李强总理了。你这两个巨头太厉害了，干5年啊，差不多可以了。接下来啊，岁数到了，应该年轻人啊腾地方。而且啊，作为中国的独裁者，他对掌握过大权的人通常是更不放心。你铁杆亲信，那毕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所以说，用一批人扔一批人啊，这是常态。从王岐山时期他就已经这么干了。既然明年21大还有1年的时间，我相信这种互相的撕咬、举报、监控只会越来越加强。也会看到更多的中层的干部啊，自己的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梦啊碎掉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有人连夜赶考场，有人呢是告老辞家乡。你像那朱镕基啊，哎呀，不光是告老回家乡了，他已经告别了人生的舞台了。当然了，对于他家庭那些腐败的事啊，改天咱们可以详细聊聊。好，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2个频道，咱们明天再会。